你係咪仲以為呢個世界係圍繞住民主、人權同公義嚟轉嘅？睇到新聞講美軍炸伊朗，你可能直覺會諗，係咪又要去推翻獨裁政權，建立新世界？好多人仲停留喺以前嗰種美式英雄主義嘅劇本入面，覺得美國係世界警察，要去拯救受苦嘅人民。呢個就係而家最大嘅共識，一個充滿溫情但係極度天真嘅幻覺。但如果我話你知呢個救世主嘅招牌一早已經拆咗呢，而家嘅美國根本唔在乎你嗰度係民主定係獨裁。最近有一位美國官員講咗句好坦白，亦都好令心寒嘅話，我哋講嘅政權更迭其實係行為改造。呢句說話徹底打碎咗威爾遜主義嗰層糖衣。簡單嚟講，我唔想教你點樣做人，我只要你聽我話。如果你唔聽話，我就打到你聽話為止。至於你屋企係咪廢墟，你係咪生靈塗炭，唔好意思，嗰啲唔喺我張單入面。你可能會覺得咁樣咪好無情咯。冇錯，呢個就係現實世界嘅底層邏輯。你諗下，以前美國喺伊拉克同阿富汗燒咗2萬億美元，死咗幾千個兵，換嚟嘅係咩？係一個爛攤子。如果你係老闆，你仲會唔會投資落去呢啲冇回報嘅民主工程度？特朗普係一個精明到極點嘅商人，佢眼中冇價值觀，只有價格。佢可以一邊讚沙特皇室，一邊同普京眉來眼去，因為喺佢嘅遊戲規則入邊，服從美國利益先係唯一嘅貨幣。所謂嘅行為改造，其實就係將外交變成一場赤裸裸嘅勒索，目標係要你交出核武或者開放油田，而唔係要你選總統。呢種做法就好似一隊只負責拆遷嘅工程隊，佢哋好清楚要拆邊幅牆，但係完全冇諗過拆完之後要起啲咩。對你嚟講，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呢度。當一個大國唔再追求建立秩序，而係追求破壞式管理嘅時候，世界就會出現無數個權力真空。你以為美國撤走咗或者炸完之後，你會得到自由？事實係，你只會跌入一個更黑暗嘅絞肉機入邊。你有冇發現，當所有人都以為行為改造可以帶嚟和平嘅時候，結果往往係令到局面更加混亂？就好似伊朗咁，你越係極限施壓，對方就越係要同俄羅斯、中國行埋一齊。呢個就係系統性嘅盲點。當你用暴力去強制對方改變行為，而唔係去改變對方嘅生存土壤，你得到嘅只會係短期嘅屈服同埋長期嘅仇恨。呢種治標不治本嘅策略，表面上幫美國慳咗錢，實際上係將更大嘅風險推俾未來。所以我哋要問一個好尖銳嘅問題：你寧願生活喺一個雖然虛偽，但起碼仲講下規矩嘅世界，定係生活喺一個連裝都唔裝，直接用拳頭同你講數嘅叢林法則入面？當美國從世界警察退化成街頭霸王，你作為呢個系統入邊嘅一個小零件，你嘅安全感到底係嚟自你嘅順從，定係嚟自你根本冇被大財團睇中嘅價值？真正嘅殘酷唔係戰爭本身，而係你發現自己連成為被拯救者嘅資格都冇咗。你只係大國博弈入面一個隨時可以被減記嘅壞賬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分析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如果有興趣，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 Patreon 會員，資料喺下面 info box。今集嘅正經短評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言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